第1167章下药。辨认出了那隐藏在深潭之中的守护魔兽后，萧炎目光在四方扫了扫，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后将近几百米，然后寻了一处风向通往深潭的地索，从那界内掏出一株果树。这果树通体呈冰蓝之色，只有约莫半尺大小。在这棵树的顶端处，有着一枚拳头大小的蓝色果实。这果实一出现，周遭的空气便是变得湿润了许多，澎湃的水系能量自其中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出。这株果树名为水醉云仙树，其上的那枚果实名为水云果，其内拥有着异常浓郁的水属性能量，对一些水属性魔兽来说拥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而且由于其内能量的磅礴，导致那果实中有着一种特殊的醉浆，这种醉浆效力极其强大，即便是7阶魔兽将之吞服了，也是会逐渐的被醉得进入休眠状态。而萧炎所需要的则正是这水云果之内的那醉浆。为了得到丹灵浆，这东西也只能舍弃了。萧炎小心翼翼地将这株水醉云仙树埋于地面下，而且为了达到逼真效果，他还特意将周遭的泥土令得相同，远远看去就犹如这东西一直就是生长在这里一般。埋下的地点距离深潭颇有一段距离，因为萧炎知道7阶魔兽灵智已是不弱，若是在他旁边突然多出一株这等宝贝，定然会引起他的一些怀疑。如今虽说距离有些远，但萧炎却是有着自信，那家伙必定会被吸引出来。水云果对于水性魔兽的吸引力，萧炎当年可是亲眼见过。在将水醉云仙树埋下后，萧炎身形一动，掠上一棵巨树之上，身体掩藏在葱郁的枝叶中，目光透过缝隙远远地注视着那平静的深潭，而他的气息也是在此刻尽数收敛。随着萧炎的安静，这片森林也是变得异常的安静了下来。那深潭处依旧是没有半点反应，深潭表面连水波都是未曾有所荡漾。对于这种情况，萧炎倒是并没有现出什么急躁的情绪，在等待了将近半个小时依旧没有动静后，他眼眸也是缓缓闭上，直接是闭目养神了去。他今日倒是与这家伙耗上了。萧炎的这一闭目将近3-4个小时便是这般悄然过去。这段时间中，森林内依旧寂静无声，甚至连其余半点兽吼都是未曾响起。安静的氛围令得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哗！又是将近1个小时过去，安静的森林中突然响起极其细微的水浪之声。这一霎，萧炎那一直微闭的眼眸陡然睁开，目光瞬间便是转向了那深潭所在的位置。只见得那深潭处居然开始荡起了一圈圈水波涟漪。终于是忍不住要出来了吗？见状，萧炎心头嘿嘿一笑，心中也是有着一点小激动。以他的实力，要对付这头玄水虎蛟并不难，但如今这地方可不适合大战，毕竟万一引来其他魔兽的话，那可就有些不妙了。随着深潭表面涟漪越来越多，一股强悍的气息终于是逐渐地出现在了萧炎感知之中。果然是头7阶的玄水虎蛟。察觉到那股气息，萧炎眉头也是一挑。哗啦啦，在那股气息出现后不久，一条黑影突然从深潭中窜出，带起一阵阵的水花。这条黑影体积并不长，仅仅只有2米左右，其通体布满着蓝色鳞片，鳞片上的纹路就犹如虎纹一般，看上去透着一股凶气。那狰狞的巨嘴倒是寒光闪闪，一对森然的蛟目不断地在四周扫过。瞧得这现出身来的玄水虎蛟，萧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别看这东西体积不大，但若是进入战斗状态的话，恐怕立刻会长至100米巨大，那时候一尾巴下来，整座山都会被他给抽飞了去。现出身的玄水虎蛟不知为何并未化成人形，10几根长长的触须不断地摆动着。片刻后，其目光转向了森林之内，那里正是萧炎埋下水醉云仙树的地方。这头玄水虎蛟明显很是谨慎，即便是嗅到了那种难以抗拒的味道，依旧是没有显得急躁。在深潭面前迟疑了片刻后，突然巨嘴一张，一道蓝光从其嘴中喷出，然后化为一圈能量罩，将有着丹灵浆的那块巨石给包裹而尽。做完这层防护，他这才一甩尾巴，身形掠过虚空，然后迅速地对着森林中掠去。见到这家伙竟然如此谨慎，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诧异，不愧是7阶魔兽，这智商比起寻常魔兽是要高上不少。玄水虎蛟冲进森林，嗅着那股幽香，转悠了好片刻后，终于是在一处略微有些偏僻之所，寻见了
那被萧炎埋下的水醉云仙术。在当他见到这云仙术时，焦目之中顿时掠过许些极为人性化的狂喜之色，但出乎萧炎意料的，他并未立刻动手，而是尾巴一摆，一圈淡蓝色的水幕由其为中心，突然迅速对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出。瞧得玄水虎蛟这般手段，萧炎心头也是微惊，心神一动，灵魂力量悄然涌出，然后将其身体尽数包裹。在灵魂力量完全包裹时，那水幕也是从其身体之上荡漾而过，不过所幸并未引起什么其他的动静。水幕扩散了将近100米后，便是徐徐停止，然后凭空化为众多水雾消散而去。探测了一番，玄水虎蛟终于是放下了心，巨嘴一张，一团水幕掠出，将云仙树尽数包裹，然后吸入狰狞大嘴之中，尾巴一甩，便是晃悠悠地对着深潭飞回。隐藏在树枝中的萧炎见到这家伙终于动口，心头也是嘿嘿一笑，旋即手指不知痕迹地轻轻一动。随着萧炎手指一动，那被水幕包裹的水云果却是一颤，然后悄然地裂开，一股股江流缓缓流出，然后滴落而下。水云果的突然裂开也是引起了玄水虎蛟的主意，当下便是一怔，旋即猛地明白了什么，璀璨蓝色光芒陡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砰！光芒刚刚浮现，便是戛然而止，玄水虎蛟的身体轰然落地，一股浓郁的幽香透着醉意自其体内弥漫而出。咻！玄水虎蛟一落地，萧炎便知道水云果效力发作，身形一动，便是闪电般的从高树上掠下，几个闪烁间便是出现在了巨石之上，一拳狠狠轰出，直接是将那水幕击破，然后双指并取，火焰凝聚成尖刺模样，生生地刺入巨石，然后将那块孔洞给强行挖掘了下来。挖掘出巨石，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个寒玉盒子，小心翼翼地将这盛着丹灵浆的石头放入其中，然后手掌一翻，收入那戒，没有丝毫的迟疑，身形一动，便是低空掠进远处的森林，几个腾跃间便是消失了身影。萧炎知道那水云果效力虽然极强，但却并不持久，以玄水虎蛟的实力，恐怕2-3分钟后便是会恢复清醒，若是走得晚了，必然会被暴怒的玄水虎蛟给追上来。萧炎的所料并没有出错，就在他逃离深潭之后不久，一道愤怒的咆哮之音便是惊天动地的响彻而起，远远的萧炎还能够听见那地动山摇的声音，显然是那玄水虎蛟在发泄着怒火。对于这些，萧炎也只能暗地偷笑一声，然后便是加快速度，赶紧地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在那宛如擎天之柱的山峰顶部，有着一座由巨石搭建而成的恢宏大殿，大殿之外有着2头巨兽匍匐守护，2股凶厉的气息自2头巨兽体内弥漫而出，看其模样，比起那头玄水虎蛟还是显得更强。姑奶奶，你吃够了没有？大殿之内突然间传来一道极为心痛的怒吼声，大殿门口的2头魔兽闻言抬了抬眼，旋即耷下脑袋，犹若未闻。巨石搭建的大殿深处有着一片极为宽敞的广场，此刻在那广场中堆满着无数被摆放的整整齐齐的诸多药材，若是萧炎等人能够来到此处的话，必然会立刻目瞪口呆，这里的东西随便拿出去一样，便是足以引起不少炼药师的垂涎，但在这里却是如同大白菜一般寻常。在众多天材地宝中，有着一名身材魁梧的赤膊大汉，大汉随意而立，但却是给人一种宛如山峦般沉稳厚重之感，丝毫不敢小觑。不过此刻这位一看便知道不是寻常人物的大汉，正欲哭无泪地望着那广场中央处，那里一道娇小的身影正一手抓着一个一眼看上去便是异常珍惜的药材，然后毫不客气地对着小嘴塞去，清脆的咬动声音却是令得那大汉心痛的流血。好什么好，等我吃饱了找到人了，会带你离开这里的，放心吧，不就是破开空间吗？那是我的拿手好戏。那娇小身影边吃边嘟囔道，似乎对大汉的心痛感到很是不满。